这个压缩机启动管理芯片100、200、300、350。这一个要多少钱？少了360块钱我就没法做了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拉倒。辛苦了，吃条血条。吃个雪糕啊？问题是这个雪糕吃了咱会不会扣钱嘞？不会的。前天晚上开着，然后突然之间就不制冷了。我来帮你检查一下看看啊。空调的话现在已经开了。设定的17度，出风口的温度的话是31度，环境温度也31度，也给各位老铁们见证一下啊。出风口的温度和环境温度都是31度，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。风速达到2.0米一秒，出风口的温度是32度。老铁们也帮他见证一下。风速的话是 OK 的。出风口的温度的话不 OK。我这是10圈的线圈，13.2，那么就是1.32的电流。肯定是不正常，小管也不凉，大管也不凉，都是常温。空调的话已经开了半个小时了，干巴巴的，一点水都没有。风机有风吹出，自然风，往前一放的话，马上吹得飘起来，证明的话这个风扇的话吹风还是 OK 的。这种情况就是压缩机没有启动，检查一下这个压缩机启动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。盖板拿进来，放这里，空调一关掉。电源拔下来，生命大于天，安全最值钱。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压缩机启动管理芯片，拔掉，这里拔掉。我们拿万能表量一量有没有问题。一个碰一边，24.90微法，证明的话这个压缩机启动管理芯片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压缩机启动管理芯片是一点毛病没有，我们再把它装回去。这压缩机的3个插口也没毛病，都是很 OK 的，紧邦邦的，没问题。发现异常的是这一弹油巴巴的，很油啊。我们打压试一下，看漏不漏。空间太小，我把它里面这个隔音棉的话给它拿出来了，不要了，影响也不大啊。老板直接拿了袋子装袋子里面。接上了血种压力表，制冷剂停机的压力只有0.4公斤。开阀，压力表也打开了。对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试下漏，给老板确认一下。这电容、电线柱拿起来，把压缩机的线给它拔掉。关键是给你看，你看，我们看一下我拿的泡沫，这根本都放不住。干嘛会这样呢？窗子孔的。对。你看我们老板的话，自己去试，我说那里有漏，自己亲自捡漏。老铁们，这种客户是非常认真的啊。就是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个位置穿孔了，对，就那个交接那个地方，交叉的地方。对，我看到了。你仔细看看。我看到了。看到了是吧？你看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对，就那里穿孔了嘛，漏气。所以说我就说拿泡沫水给你试试这么一回事。对，就这里。那处理好焊好以后，重新抽真空加血种才可以，非常麻烦的。血种要抽出来。血种已经漏完了，现在早就漏完了。穿孔的地方补好，补好以后真空抽出来，抽好加血种就可以了。这样的。这一个要多少钱？你也亲自测了，确实穿孔。确实。那么这个维修起来的话特别的麻烦，我这边的话要给你补漏，补漏以后的话试漏以后抽真空加血种调试，这个费用的话呢稍微有一点贵，要收400块钱。太贵了吧？还优惠点。说个实在话也优惠不了，因为的话非常的麻烦。还是贵了，你要优惠，反正我这个海尔空调我确实是挺好的。空调呢是好空调，但是呢，由于时间久的话，2条管摩擦呀，震动，时间久磨穿了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说个实在话，你也是熟人介绍的，给你少20块钱，380块钱可以吗？你看能修？优惠一点。少了360块钱我就没法做了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拉倒。360块钱你如果不能做，那么呢，这个上门检查费的话呢，因为刚才我没跟你讲，我也不收，我空手走人，不修了。但是我不给你装了。你要修的话呢，我现在回去拿东西，马上过来给你修好。那肯定要修好啊。那360块你能不能做？能做的话，我就拿工具给你修好了。那就360了。好，那行。那开干啊。对。好，成交了。好。那你360，保证给你修好。修不好1分钱不要，包用3个月。焊大一点，找不到位置在哪里了，不知道漏点在哪里，焊了好长一溜。稍微量一下，我们就加压试漏，拿点泡沫水试看漏不漏，不漏就 OK 了，漏的话继续焊。暂时是没看到漏啊。老铁们看一下，刚才我焊的地方一点都不漏，也没有做记号，从这边一直焊到这边，只漏点只一点点。为了可靠，焊了一溜。现在开始抽真空，
那有的老铁说了，豆哥，你抽真空怎么拿个卧式压缩机呀？其实不是的，这个卧式压缩机的话，它也是一个抽真空的工具啊。我们看一下吸力的话非常 OK 的你看我这放在人家机子上都可以放得了，声音也很小，很轻便。这接上以后有一股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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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我们老家的猪吃屎一样到最后抽干净以后呢，这声音特别小了，拔来拔去会松掉。我们以前这个稍微夹一下。现在的话，把盖板盖回去。真空的话也抽的差不多了，准备加血种了。辛苦了，吃条血条。吃个血糕啊？问题是这个血糕吃了，咱会不会扣钱呢？不会的。不会是吧？辛苦你了。那我就吃了。好的。但是这个血糕吃了，我一样是收360块钱的。是的，一样的。好，谢谢。太辛苦你了，忙上忙下哦。好，那谢谢，我就吃了啊。不客气。老铁们。哎呀，我也不好意思了，这个血糕我已经吃了一半了。如果说还没开封的话，你们谁过来吃，我放在冰箱里等着你们。现在不好意思说那个话了。不过你们下次谁过来见我豆哥的话，我买血糕给你们吃。好客气。本来叫你在我家吃饭的，你又说外面老板有人请。已经抽了半个小时了关阀加血种了拆掉这个压力表。老铁们看一下，咕咕噜噜的这个吸力的话非常 OK， 非常小巧。我们的真空豆已经打到这个位但是这一段的话是血种，充满了血种，要排点空气排点空气，开始加给它加一会儿以后开机加，现在是空加的直到加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再开机。这个加这个血种也要看表的。对。正常来讲呢，我们加的血种呢拿称来称的，但是呢，你想想看，有几个人加血种的话拿那个电子称来称？你搞空调的老铁都知道，很多的工具，你说拿称称的话呢，你搞这一台很麻烦的但是你有那条件的话，拿称来称肯定可以的。那空调上写的500克，你加500克；写的800克，你加800克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但是呢，我豆哥的话呢，加血种一直以来都是看制冷机的压力，看电流。看出风口的温度，用手摸着大小管的一个温度接漏的变化。现在开空调，制冷剂的压力直线下降。豆哥的话一边说话一边跟主驾聊天，结果加到5.5公斤了，加多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只能浪费一点成本喽，把它放掉喽，有什么办法？大胆的放，加多了，豆哥加多了好多，做人太实在了。由于现在是晚上，加到4公斤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大中午的话，不超过4.5公斤就可以了，因为几十年的老空调了，标准的4公斤加血种的操作完成了。现在的话小管冰凉微微接漏，大管的话也冰凉，也开始接漏了。那么呢，这就是 OK 的出风口的温度达到16度，风速达到3.2米一秒。给老铁们看一下，出风口的温度达到16度，风速达到3.2米一秒。师傅非常棒。那么这空调的话呢，你也确认了，也 OK 了。我这边赶时间，费用给一下。这里就是370。370然后你说360我就10块钱就不是，你就不要找给我了，然后就给你买水喝，辛苦了。那都不好意思了，给老铁们一起看一下，100、200、300、350，老铁们看看。我觉得老板你真的辛苦了。那行，反正大热的天的话，你说10块钱不要了，不要就不要吧。那我非常感谢你喽。后面的话，有朋友需要，你也可以帮我推荐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等一下我帮你把那东西帮你送下去。